第一课，最近超市价格昂贵。嘿，安娜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超市里的价格有多贵？是的，我有，似乎从农产品到肉类的所有东西都涨价了。这些天买不起杂货真的很难了。您是否找到了购物时省钱的方法？是的，我一直在尝试购买更多的通用或商店品牌产品，而不是名牌产品。我也一直在努力提前计划我的膳食，这样我就不会最终购买太多浪费的食物。这是个好主意。我也一直在尝试批量购买，并在打折时囤积东西。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。货比三家并比较不同商店的价格也很重要。当然，我注意到有些商店在某些商品上比其他商店有更好的交易。要记住的另一件事是尝试购买当季的水果和蔬菜，它们通常更便宜，味道也更好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。在可能的情况下，尝试购买当地种植的农产品也是件好事。它通常更新鲜，并支持当地农民。当然，另一个提示是尝试减少肉类消费，肉类可能很贵，因此在饮食中加入更多的素食可以帮助省钱。这些都是很好的提示，安娜。我一定会尝试将它们纳入我的购物程序。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的支出，并尽可能省钱。是的，当价格不断上涨时，这很困难，但有办法让它发挥作用。优先考虑健康和营养食品也很重要，即使它们的价格要高一点。第二课，今晚晚餐煮鸡肉。嘿，安娜，今晚我要做一些鸡肉做晚餐，你有什么提示吗？当然，我很乐意帮忙。你在煮什么样的鸡肉？我有一些鸡胸肉需要做饭。好的，太好了，鸡胸肉很容易烹饪。你有什么具体的食谱吗？不是真的，我只是想用一些盐和胡椒粉调味它们，然后在烤箱里烘烤它们。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但如果你想增加更多的味道，你可以尝试先腌制鸡肉。我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腌料？选择太多了，您可以尝试用橄榄油、柠檬汁和大蒜进行简单的腌料，或者你可以选择更美味的东西，如照烧或烧烤腌料。听起来不错。我应该把鸡肉腌多久？这真的取决于你有多少时间，但我建议将鸡肉腌制至少30分钟。如果您有时间，最多腌制1夜。好的，我打算把它腌制一会儿。我应该在什么温度下烤鸡肉？
你会想在375华氏度下烤鸡肉大约25至30分钟，或者直到内部温度达到165华氏度。知道了，我应该在切鸡之前让鸡肉休息一下吗？是的，让鸡休息几分钟，再切开，总是一个好主意。这将有助于果汁重新分配，使鸡肉更加柔软多汁。这是有道理的，谢谢所有的提示，安娜。我现在对烹饪这只鸡更有信心了。不客气，约翰，让我知道结果如何。如果您将来有任何其他烹饪问题，请随时提出。第3课，健身训练。嘿，安娜，你好吗？我做得很好，谢谢。你怎么样？我做得很好，我一直在考虑开始一个健身训练计划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当然，我很乐意帮忙。您对哪种健身计划感兴趣？我不太确定，我想要一些能帮助我保持身材并感觉更健康的东西。那里有很多不同的健身计划。你有没有考虑过做举重或有氧运动之类的事情？我都考虑过，但我不确定哪一个更适合我。举重非常适合增强力量和肌肉质量，而有氧运动则有利于提高整体健康和燃烧卡路里。这真的取决于你的目标。我想把两者结合起来，你会推荐什么？这是个好主意。我建议从一些基本的举重运动开始，如深蹲、卧推和硬拉。然后，您可以添加一些有氧运动，例如跑步或骑自行车，以帮助提高耐力。这听起来是个好计划。我应该多久锻炼一次？这真的取决于你的日程安排，以及你能投入多少时间。但我建议从每周至少3天开始，然后随着你对锻炼的适应而逐渐增加。好吧，这听起来可行。营养呢？我应该对我的饮食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吗？当然，营养是任何健身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。您需要确保获得足够的蛋白质来支持肌肉生长和修复，并均衡饮食，多吃水果和蔬菜。这是有道理的。我应该服用任何补充剂吗？补充剂可能会有所帮助，但不是必须的。如果你有均衡的饮食和足够的蛋白质，你应该没事。但如果你确实想服用补充剂，我建议你先咨询营养师或医生。好的，我会记住这一点。谢谢你的所有建议，安娜。没问题，约翰。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，或者您需要任何帮助来开始您的健身计划，请告诉我。
第4课，新爱好。嘿，安娜，怎么样？嘿，约翰，我过得很好，你怎么样？我做得很好。我最近一直在尝试一个新的爱好，我想告诉你。哦，听起来很刺激。你的新爱好是什么？我一直在接触摄影，我买了一台新相机，我一直在尝试不同的设置和技术。太好了，摄影可以是一种有趣和有益的爱好。你拍过什么样的东西？主要是风景和自然场景。我一直在远足，拍摄山脉和森林的照片。听起来很美。你有没有想过尝试其他类型的摄影？是的，我一直在考虑尝试人像摄影，甚至街头摄影。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人像摄影可能非常有趣和具有挑战性，街头摄影可以成为捕捉日常生活和文化的好方法。是的，我真的很高兴能尝试一下。你有什么技巧可以让你在摄影方面做得更好吗？当然，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尽可能多地练习，随身携带相机，尝试在不同的照明条件下拍摄不同的事物。这是有道理的。设置和技术呢？有很多不同的设置和技术需要学习，但一些最重要的设置和技术包括了解光圈、快门速度和 ISO。这些设置可能会影响照片的曝光度、景深和清晰度。注意构图和取景，并尝试不同的角度和视角也很重要。好的，我会记住所有这些。你有最喜欢的摄影师吗？是的，有很多伟大的摄影师。我最喜欢的一些包括 Ansel Adams、Annie Leibovitz 和 Henry Cartier-Bresson。我得去看看。谢谢你的所有建议，安娜。我真的很高兴能继续探索这个新的爱好。当然，约翰，如果您需要更多提示，或者如果您想在某个时候一起出去拍照，请告诉我。第5课，美丽的风景。嘿，安娜，你周末的徒步旅行怎么样？太神奇了！我们看到了一些我见过的最美丽的风景。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。这次旅行中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？很难只选择一个最喜欢的部分，但我认为对我来说最精彩的是当我们到达山顶，并欣赏到下面整个山谷的全景时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哇，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。你在徒步旅行中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？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，从茂密的森林到开阔的草地和岩石悬崖。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野花，它们盛开，色彩鲜艳。听起来很美。
你拍过什么照片吗？是的，我拍了很多照片，我仍然在经历所有这些，但我认为我得到了一些非常好的镜头。你有最喜欢的旅行照片吗？是的，我拍了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一片黄色的野花，背景是山脉，实在是太美了。我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打印出来，挂在家里。这听起来像是一张了不起的照片。您有什么拍摄自然照片的技巧吗？当然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注意照明。清晨和傍晚通常是拍照的最佳时间，因为光线更柔和、更金色。Anna，考虑构图和构图也很重要，并尝试捕捉自然世界的独特纹理和颜色。这些都是很好的提示。下次我去远足时，我必须记住它们。您未来还有其他徒步旅行计划吗？是的，我已经在计划下一次旅行了。我想探索附近的一些国家公园，看看该地区更多的美丽风景。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下次外出时，如果您需要远足伙伴，请告诉我。会的，约翰，我总是喜欢有一个远足伙伴。第6课，你有没有梦想过去北极旅行？嘿，安娜，你有没有梦想过去北极旅行？是的，实际上我有，这将是一次如此奇妙的冒险。我知道，对吧？我一直对探索北极和看到北极光的想法着迷。这里也一样，这将是一次独特而难忘的经历。你有没有研究过计划这样的旅行需要什么？不是真的，我想这将是非常昂贵的，需要大量的准备和计划。是的，我已经研究了一下，似乎有很多后勤工作需要弄清楚，但我认为对于这种体验来说是值得的。当然，你能想象在北极熊和海象的自然栖息地看到它们吗？那太酷了！我听说你甚至可以在北极的某些地方骑狗拉雪橇和雪地摩托。那太有趣了，我敢打赌，风景令人叹为观止。我看过一些北极的照片，它看起来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冰层和无尽的白雪令人难以置信。我认为了解生活在北极的土著人民的文化也很有趣。当然，在世界的那个地方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和探索。这绝对是我的遗愿清单目的地。我只需要开始存钱，并做更多的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里也一样，这将是一次冒险和千载难逢的经历。是的，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脱离技术，只活在当下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。我认为我们都可以从屏幕上休息一下，并回归自然中受益。
当然，还有什么比探索世界上最偏远和最原始的地区之一更好的方法呢？第7课，如何改善家庭关系。嘿，安娜，怎么样？嘿，约翰，我做得很好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想和你谈谈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事情。当然，怎么了？我最近感觉与家人有点脱节，我们曾经非常亲密，但现在感觉我们不再有太多共同点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很遗憾。你有没有和他们谈过你的感受？不是真的，我不想引起任何冲突，但同时，我觉得我需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我明白。您是否考虑过安排家庭聚会或活动，来共度美好时光？这是个好主意。我想，我们都太沉迷于自己的生活，以至于忘记了为彼此腾出时间。是的，把家庭放在首位很重要。也许你可以计划一次家庭晚餐，或一起有趣的郊游。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。对于如何改善家庭关系，您还有其他建议吗？沟通是关键，尝试与您的家人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，了解您的感受，以及您希望从这段关系中得到什么，并确保也倾听他们的观点。这是个好建议。我认为我需要努力对家人更加开放和诚实。我们很容易陷入自己的生活，忘记为彼此腾出时间。当然，重要的是要记住，家庭关系需要努力和承诺，但拥有一个强大而支持的家庭的回报是值得的。是的，你是对的。我会接受你的建议，计划一个家庭聚会。将来我会努力与他们更加开放和沟通。很高兴听到，约翰，我相信你的家人会感激你为加强你们的关系所做的努力。让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，如果您需要更多建议。第8课，童年的回忆。嘿，安娜，你有没有回想过你的童年？还记得你曾经做过的一些有趣的事情？是的，当然，我童年有很多美好的回忆。我也是。你最喜欢的童年记忆是什么？这很难。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，但我认为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家人去山上露营的时候。我们会花一整天的时间远足和探索，然后晚上我们会坐在篝火旁讲故事。这听起来很有趣。我记得我也和家人一起去露营，我们总是会带棉花糖，在篝火旁做 s'mores。哦，我喜欢做 s'mores。你小时候还做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我曾经喜欢和朋友一起运动，我们会一直打篮球、踢足球和棒球。这听起来很有趣。你有最喜欢的运动吗？
是的，我喜欢打篮球。我记得我花了几个小时在我的车道上投篮。太好了，我从来都不擅长运动，但我确实喜欢做艺术和手工艺。我曾经花几个小时画画。这很酷。我从来都不太擅长艺术，但我确实喜欢演奏音乐。我曾经和朋友一起弹吉他和唱歌。这听起来很有趣。你曾经在任何人面前表演过吗？是的，我们曾经在学校的才艺表演和当地的咖啡店表演，这总是令人伤脑筋，但也非常令人兴奋。这真的很酷。我从来没有勇气在人们面前表演，但我确实记得和我的朋友和家人一起表演戏剧。哦，这听起来很有趣。你上演了什么样的戏？我们会写自己的剧本，然后为我们的父母表演。我们做了从童话到侦探故事的一切。这真的很有创意。我希望我小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这很有趣。我认为鼓励孩子们发挥创造力，并探索他们的兴趣很重要。我完全同意。童年的记忆是如此重要，它塑造了我们成年后的身份。当然，回顾并记住我们小时候做的所有有趣的事情，真是太好了。第9课，我们最喜欢的咖啡店搬到了新的地方。嘿，安娜，你最近去过我们最喜欢的咖啡店吗？不，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是的，他们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什么？那太糟糕了。我喜欢去那里。我也是，但新地点并不遥远。我们应该在某个时候检查一下。当然，我想知道新地方是否与旧地方具有相同的氛围。我希望如此。老地方拥有如此舒适和热情的气氛。是的，咖啡总是那么好。你认为他们会在新的地方有同样的菜单吗？我不确定，但即使他们不这样做，我相信他们也会有一些其他美味的选择。我希望如此。我已经很兴奋地尝试一下了。我也是。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个周末去。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。你认为新地点会很忙吗？这是可能的，但我认为值得一试，并支持我们最喜欢的咖啡店。我完全同意。我期待着在一杯咖啡中赶上你。这里也一样，安娜。我们已经太久没有能够闲逛和赶上了。同意。在过去1年发生的一切之后，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会很好。当然，还有什么比在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喝杯咖啡更好的方法呢？当然，
我已经在想象现煮咖啡的气味和咖啡是热气腾腾的牛奶的声音。你让我更加兴奋的去看看新地点，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。这里也一样，约翰，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，这个周末去亲眼看看。第10课，工作场所的氛围。嘿，安娜，你的新工作进展如何？进展非常顺利，谢谢你的提问。我真的很喜欢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人。很高兴听到。你最喜欢新工作的什么？我认为我最喜欢的是工作场所的氛围，这是一个如此积极和支持的环境。这太重要了。是什么让它成为一个如此积极的环境？我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的结合。人们非常友好和热情，他们似乎都真诚地关心彼此，有很多协作和团队合作，并且真正强调专业发展和成长。这听起来很神奇。在一个支持你并帮助你成长的环境中工作非常重要。当然，不仅仅是人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氛围，物理空间也非常好，它明亮开放，有很多植物和自然光。太棒了！精心设计的工作空间可以真正改变人们对工作的感受。没错，令人惊讶的是，物理环境对我们的情绪和生产力有多大的影响。自从开始这份工作以来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自己的工作有什么变化？哦，当然，每天来上班，我感到更有动力和兴奋，而且我也更有生产力和创造力。我认为积极的氛围确实帮助我更加投入和投入到工作中。这太棒了！听起来你已经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工作场所。你有什么技巧可以找一份有这样好氛围的工作吗？我认为在面试过程中进行研究并提出问题很重要，尝试了解公司文化和他们优先考虑的价值观，不要害怕询问诸如职业发展机会和工作与生活平衡之类的事情。这些都是很好的提示，我一定会在下次找工作时记住他们。是的，我认为优先考虑找到一份不仅仅是薪水，而且还支持你的个人和职业发展的工作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谢谢你的建议，安娜。我很高兴听到你找到了这么好的工作环境。谢谢，约翰。到目前为止，这是一次非常积极的经历，我很高兴看到它会把我带到哪里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很快在下一个视频中见面。